你慢点，你慢点，你慢点。我要去哪啊？我看不见，我完全看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是一个美丽的周六。哎呀，总算暖和了，好对开心。其实我们上一期已经说到了 3 Bs， 那这次呢，我们做 BBA。什么是 BBA？宝马、奔驰和奥迪这三个品牌都是德国豪华车的非常有代表性的车款。我没有听过 BBA， 我听过 ABB。那是什么？爱啵啵。你是在骂我是吗？你上来就给我们的观众科普。你怎么那么爱啵啵？现在各种厂家都已经出了很多电车，是比如说我们上次试驾的保时捷、Taycan，福特野马是的，出了新的 Mach-E。今天呢，我们是来试驾的这个就是奥迪的 e-tron， 听起来很未来啊，这个名字。我喜欢这个名字，好像那种游戏的名字。现在都说特斯拉做电车比较厉害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奥迪从1989年就开始做电车了，它的第一台油电混合车是1989年，它的名字叫 DUO。然后它从2009年就开始做了第一台e-tron，这是纯电的一台电车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感受一下。我们今天试驾的是2021年e-tron Premium Plus， 是e-tron中间价位的车款，它的起售价为7.48万美金。奥迪前面这个6边形的进气格栅呢，它是延续了奥迪一贯的设计理念，其实有一点老板车的感觉哈。然后它跟 Q5 和 Q7 的设计都是一样的。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灯，这个灯是很狭长的一个感觉的。这么尖锐的大灯，搭配大尺寸的进气格栅，充分体现出车辆的运动感。倒车镜这里是有一个摄像头的，可以去观察四周的环境。当然就比较可惜，美国这边它是没有欧洲版的那种倒车镜的。欧洲版搭载了模块化智能后视系统，后视镜拍摄到的画面将会实时传输到车内的显示系统上。相对于传统后视镜，它还能优化风阻系数，同时降低驾驶员的盲区。所以很可惜，感受不到。只有北美没有是吗？我知道欧洲和中国都可以有。尾部方面，该车采用的是贯穿式熏黑效果的尾灯设计。此外，其后备箱上设有小型的扰流板，进一步凸显运动化的效果。e-tron 尾部还可以选装拖车挂钩，可拖动1800千克的载荷呢。e-tron 的左边呢，这个充电口它是快充，它在30分钟之内就可以充完80%的电。如果你在家里面有充电口的话呢，就是在右边充电。我们看一下，很酷吧？那我们把它前面 frunk 打开之后，它这里有很多的线，就看着比较乱，不像是一台有科技感的电车，不像是那么贵的豪华车，都裸露出来了。它也有它的 frunk 在这里。哇，好小啊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充电的。怎么这么小啊？哦，这个还蛮小的。如果是跟特斯拉比的话，我以为作为一台 SUV， 它这里怎么说，至少也能买菜吧？几盒饼干是可以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后备箱，后备箱感觉比 X6 会稍微的大一些。那它要是跟特斯拉的 X 和 Y 比呢？它没有 X 也没有 Y 大。这个 SUV 有点小。它的存储空间，这感觉就是买酒的时候可以放到这，还防漏，挺好。它这个台子也是蛮高的。但难道现在就是流行这种吗？我们这台车是 Premium Plus 这个车款，所以它是配备了一个20英寸的轮毂，采用的是 Premium Plus 和 Prestige 才有的黑化双色轮毂盖。我们来看一下前后座椅的腿部空间，这空间好大呀！小 J 在前面，我坐在后面，他特别愿意往后靠，但是我这边还是有差不多2个拳头的距离，还真的蛮好的。怎么样？空间很大，因为它中间是平的。对。坐到中间的话，并不会像 X6一样个大凸起，就很舒服，可以坐5个人。你这么高，头顶还是蛮大位置。对，而且你记不记得那个 X6 到这儿我已经在撞头了？对。所以到这边的话，我头上有揪揪都没有关系，不会把发型弄乱。内饰上，奥迪 e-tron 配备了全液晶仪表盘，并搭载了2块液晶中控屏，分别控制着多媒体娱乐系统和空调系统。它的触摸屏的操作是滑和点结合在一起的，就是你要是摁下去的话，你是要 click 下去的。对，但是你要是滑动的话，就跟 iPhone 一样。
液晶盘的 View 也可以根据喜好随时更换。点击空调系统液晶屏左下角就可以选择 Drive Mode， 它有7种驾驶模式，分别是越野、全路况、经济、舒适、自动、动态以及自定义模式。e-tron 的档杆不同于其他的车，它的独创性确实让人印象深刻，不过操作上可能需要时间让大家去习惯，不一定每个人都喜欢。因为没有了变速箱，中控变成了储物空间，还可以无线充电。哦，它会告诉你说你的那手机在车里，它会提醒你。虽然它这个中间是空的，让人觉得有点不太适应，但是它充电蛮方便的，直接放在这儿卡住，手机也不会跑走。那准备试驾啦，看看e-tron到底好在哪里呢？这个车感觉好轻啊，是吗？怎么那么轻？好控制吗？好控制。哎，它的这个安全带它会一下紧一下，给人感觉是比较 fancy、比较高档，就是 BBA 都有的。我是觉得有点它让你准备好了，就是要上路了 ，Get ready to fly。很多人都说这个 e-tron 是唯一一个能够媲美特斯拉 X 和特斯拉 Y 的一台电车。我对电车并不是很了解哈，所以我们今天来试一下，是不是 e-tron 真的能够媲美，能够跟他们来竞争。动能回收是唯一一个最大的我不习惯的一件事情，而且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个事情。但这个车也有，只不过你可以把它关掉。是，其实特斯拉系统升级前它都是可以把动能回收这个功能关掉的，但是现在说的新车好像就没有，上次我们去试驾的都没有哈。e-tron 它在官网上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玩的数据，是吗？就是说这个能量回收功能对于它的续航能力还是挺有帮助的。他说他在上山的时候可能消耗了9000瓦的能量，但是下山呢回收了6.4千瓦，所以他这一趟感觉只用了不到3个千瓦。所以这个能量回收多多少少对续航能力还是有一定影响的。是。它续航能力不高了，充满电之后是222迈啊，就没有像特斯拉 X 和 Y 那么高。但是dealer小哥呢，他就非常歧视，他就说特斯拉给的数据都是假的。然后他就说我们这个车就是显示多少迈就是多少迈。是的，但是不管你是堵车还是上山还是下山，就是这么多迈哦。但是特斯拉我亲自测试过，它是造假的。它挺有意思的。这台车特别的安静，它其实有一种就是坐在奥迪里头的感觉。今天我们驾驶的是2021 e-tron Premium Plus， 续航能力为222英里，发动机为402匹马力，扭矩为664牛米，0到60英里的加速度为5.5秒。大家都会问说这台车续航能力没有特斯拉那么好，0到60的加速也比较慢，那为什么这台车能够媲美特斯拉呢？驾驶感受感觉更偏向油车一点。因为它算是豪华的 SUV 嘛，然后特斯拉的价格也应该算是一台豪华车的价格。对不对？但是它的内置感觉并没有做到豪华车的感觉。是，所以大家都说奥迪就是不同于特斯拉的设计理念，因为特斯拉本身就是说先电车再豪华，但是奥迪就它本来就是一个很豪华的车了，它现在只是在往电车的路上不断的发展。特斯拉很多人选它就是为了自动驾驶，那我就不知道这台e-tron它有没有这个自动驾驶的功能。没有呀，但它好像有一个 Driver's Assistant 的这个功能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。他说这台车开了 Driver's Assistant 的功能，按了之后就可以最大化，然后设置，然后和基本。我们开了最大化，然后它里头就这些功能，其实就是有 Distance Warning 啊，就你靠太近了呀，然后一些 Side Assistant 能看到两边的道路那个线呀 ，Emergency Assistant， 所以跟自动驾驶还是差很远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OK。所以不要看不起特斯拉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每次都在这播这个杆儿。我开特斯拉播习惯了，我每次都开雨刷。是不是？它有紧一下，对，还给我吓了一跳。我现在这个能量回收功能是关的，然后我等一下可以把它打开感受一下。有吗？有感觉吗？有，你看啊，我刹车。我可以再开大一点。哎呦，就是你不踩那个油门它就停了是吧？对，但是挺舒服的，把它关，还是开油车的感觉比较舒服。是，对。因为这个车有空气悬挂嘛，所以就是你开起来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颠啊或怎么样。特别舒服。很稳。对。就是一个 SUV， 正常奥迪 SUV 的一个舒适度，然后视野也很好。对，舒服。其实我
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奥迪，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小的时候我喜欢看 Marvel 的钢铁侠，他就开的奥迪的 R8，因为好像那个电影都是奥迪赞助的，所以全部都是奥迪的车。然后奥迪呢，它又是个颜值担当，是的，是的，它就是长得好看，所以女生就觉得哇，真的是一台心仪的跑车。我要你慢点，你慢点，你慢点。我要去哪啊？看不见他刚才。看不见，有看不见，盲区，我完全看不见。他这台车有盲区，网上都说他盲区很对你这个倒车镜 ，sorry， 倒车镜我看不见它，倒车镜就是你回头看不见，看不见，我就没看到车。其实这台车我觉得还不错呢，还不错，作为奥迪的一款电车。对，我觉得它就蛮豪华的，然后开起来也很紧凑，很舒服。是的，整个驾驶感受是让你没有什么吐槽点的，就是非常舒服的一辆车。而且像我这种不是特别喜欢电车，而且不是很适应电车的人来说的话，第一次上手这台车我也觉得很适应。对，这台车的外观我也很喜欢，因为它是一直延续的奥迪的 Q7、Q8 的外观，而不是很突兀的一个电车，这点也是不错的。对，不会像太坑的那种鬼娃娃脸，它还是一台很舒服的奥迪。对对对。但是呢，奥迪虽然保持了一贯的豪华和舒适啊，但是我觉得它作为一台电车而言，它并没有什么质的飞跃。它的 mileage 是222迈，特斯拉 Model Y 呢，长续航版本的是330多迈，性能版也有303迈，以续航能力来讲的话，它作为一台电车还是比较弱一点。价格来说的话，就算最基本的入门款 Premium 也要6万5美金，豪华车嘛，对，是不便宜。但是特斯拉 Model Y 长续航版本起价还不到5万美金，而且这种车一般大家来买奥迪的话，都会加一点这呀，加一点那呀，自己 customize 一下，这个价格就又上去了。那今天比较不幸，加速度没有感觉到很多，实在是堵车很严重。对，但是在 local 的时候稍微踩一下，感觉它加速还是蛮灵敏的。官方数据上显示，这台车0到60的加速度是5.5秒。对。然后 Model Y 呢，长续航版本的加速度是4.8，那性能版呢就更快。所以以速度上来讲，它还是不如特斯拉。是续航能力和速度来讲的话，是跟特斯拉确实是有一定的距离，但是它还可以用其他的方面去来弥补它的缺陷。当然了，它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自动驾驶。对，这也是买特斯拉人的最大的理由。我觉得是，我觉得是的，因为你想买特斯拉，你就是不想自己开嘛。是啊，对。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的话，然后也对自动驾驶没有那么有需求，然后呢，你又有太阳能，你又可以在家充电，其实买这台车是可以作为家庭选择不错的 SUV， 是不错。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，大家记得要点赞、关注、评论我们哦，拜拜，拜拜。